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邀请观众朋友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如果希望跟我们互动，记得了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并且呢帮我们看到热推键按下热推，也可以留言写下热推2个字，帮助我们增加国际的能见度。今天节目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制裁，包括了现在影响的产业。在日方的方面有村田、DTK， 现在都说这些企业最多只能再撑1个月。北京这一次对日本再次的出重手，断供的是它的氧化镝，引爆了 MLCC 这种史诗级的大缺料问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首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市民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节目哦，我们今天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首先来看到中国大陆掐紧对于日本的制裁，关键点就是在于，因为现在呢 AI 时代正式的到来，所以大陆卡住的是在 AI 的发展上面最关键的 MLCC 电子工业，这个叫做电子工业大米的高纯氧化镝。好，影响的厂商包括了3家日本的厂商。村田、DTK 跟太阳诱电，他们的库存最多只剩下1个月了，代表说接下来日本的高阶电子产业恐怕面临断裂的一个边缘。那么我们一直知道 MLCC 在日本来说它是霸主，但是如果说在上游它面对的原料又被卡住的话，代表接下来 MLCC 也会出不来，霸主地位会被掏空吗？这件事情就会比较严重了。第3件事情，我们来看到，所以日本就非常的担心啦。他现在在全世界来找稀土，来找替代，找新的供应链，但是真的有用吗？因为关键的这些技术哦，其实呢还是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去中化真的有可能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这一次出重手，刚刚提到的就是日本科技业的心脏。AI 供应链的关键材料 MLCC 叫做电子工业大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掌握了这一些最重要的高阶电子产品，都需要用它。有哪一些呢？观众朋友平常使用的这些 AI 啊、手机伺服器啊，或者是电动车、军工雷达，其实都需要用到它。你的 AI 要发展得更好的话，也代表说你的功耗比较高。功耗高的话，就需要这种 MLCC 的原料来稳住电力，而 MLCC 要稳定住的话，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这当中要放入大约是1%到2%的这种高纯氧化镝哦，才能够继续保住它的稳定性。但是现在的关键是中国去卡日本的氧化镝，而且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来做替代。刚刚讲了，直接。这个重击的就是日本的3家企业了，他们现在库存直接拉警报之外，剩下1个月就已经没有库存了。现在他们非常的担心，而整体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全球对于 MLCC 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到2027年，光是我们看到 AI 这个领域 MLCC 的需求就已经高达1500吨，而全球1年也只不过可以供给大约是3500吨，也就是说呢，光是 AI 一个产业就已经占全球1年需求量的40%了。所以呢，我们看供给量吃紧，价格也直接受到影响，单日的价格直接暴涨超过8万人民币，每吨现在均价来到了新高，是134万元人民币。而过去高阶 MLCC 主要是日本跟韩国在主导、在掌握的，但是现在看的也不只是只有技术而已了，而是看谁可以拿到这个更上游的原料。没有重稀土 ，AI 供应链等于直接被卡死。所以这3家厂商，我们刚刚提到的春田、DTK、太阳诱电，在中国的制裁之下，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对于产业的冲击，尤其是库存，现在只剩下1个月了。现在担心会不会上演当时被断屋造成的关东化电、中央硝子直接停产的剧本，会不会又再上演？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不能排除，而且很有可能。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除非日本能够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它所需要的相关的原料，从中国以外啊，不然的话，他们从中国大陆这边是不可能获得的。原因很简单，
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国家、比一般的企业更具有风险意识，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国家更有经验，跟中国大陆在稀土这部分有过交手啊。日本也曾经用稀土的方法去卡韩国人，当时日本也是做同样的事，也就是把这个洗涤剂控制在手中，不让韩国人使用，也造成山西的重挫。这个都是过去日韩之间有关于稀土战啊，或者关键原料战里面，日本曾经使用的手段。中国大陆也对日本使用过同样的一个手段，所以日本是很有经验的，很有经验。因此，日本的企业比一般国家的企业的存量更大。可是日本万万没想到的地方是在于，这一次日本碰到的是中国把稀土已经是制度化了，也就是说，没有修改这些法规之前，所有的稀土的出口都必须要按照这个法规来做。是。那这个法规里面规定就是说，如果用在军方的，是绝对禁止出口。任何原料，只要是用在军事方面的，绝对禁止。军民两用的，那就要对方来报告它用在哪一些地方。可是如果对方的企业是跟日本的军方企业有直接或是间接关系的，这些也会被限制在内。它的审核会更漫长，它本身的条件会更加的严格。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看到，除非日本的企业它宣布它跟日本的军工企业是毫无关系，是切割任何关系，它的制造出来的产品也不会被日本的军方企业所使用，用在武器装备上，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那这一点对日本的企业来说，那我们在问的问题就在于，当日本的政府它现在要更多的去发展它的国防工业、军事工业。那请问一下，这一些企业就是现在传出来有风险意识高的这些企业，它跟日本的军工企业是任何关系都没有吗？跟日本的国防部任何关系都没有吗？不可能嘛！你看它的产品就很清楚的知道它会被使用在军事国防上。那在这个部分里面，请问日本如何把这个边界线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困难。所以我的推断日本如果没有办法从中国以外获得这些稀土的话，它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地步。也就是说，它断供或者断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永久关厂是不一定，因为那要看未来的局势的一个改变。但是你没有原料了，你就不可能出货。你不可能出货，那你基本上你就会出问题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好，所以我们初步统计起来，中国大陆先前是祭出这个钨的限制，现在是做这个氧化锑的限制。那我们刚刚看到了嘛，3家日本的知名企业恐怕再剩1个月就会没有库存了，包括再重复一次春田、DTK 跟太阳诱电等等。那现在也代表说，中国这么一卡的不只是 AI 的整体供应链，还有军工产业在这个，还有国防产业、军工产业在日本的发展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这 MLCC 会大爆发的需求，主要是 AI 的伺服器哈。一个 AI 的伺服器，它总共单纯的伺服器，它就需要到2.8万颗，是一般伺服器的13倍的需求量这么大哈。如果说是没有这个 MLCC 的话，那你 AI 就没有办法运作。除此之外未来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包括电动车或者是高端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包括我们手机这一类，都需要有 MLCC 哈。那 MLCC 它为什么具有这种优势呢？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体积很小啊，第二个它的容质范围很广哈，那第三个它的这种高频的这种特性，所以它用在电子元件上面来讲，它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这种被动元件哦，它可以滤除杂波，也可以储存电荷，也可以稳定电压哈。所以广泛的用在 AI 的伺服器，还有这个我刚刚讲的，包括电子产品、电动车等等都需要。但是你要制作这种 MLCC 高端的 MLCC 的话，哈，你就需要氧化锑。那它要氧化锑，不是普通的氧化锑就可以，必须要纯度很高。我们现在看到，它要加入1%到2%的这种氧化锑啊，这纯度啊，这种锑的纯度要到这个5N。什么叫5N呢？就是5个9哈，几 N 就是几个9，就是99.999%哈，可以纯度要是非常的高。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么高纯度的氧化锑，
你就不能做出你所需要 MLCC。譬如说简单的讲，MLCC 来讲的话，这种高端的它可以这个有很好的，譬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们电动车里面，那引擎室里面温度很高哈，你必须要能够在这种高温之下，它还能够保持正常运作。那你没有加入这么高纯度的加到1%多到2%这种5N 级的这种氧化锑来讲的话，你的 MLCC 就不能够抗这个高温。所以我们现在未来电动车，因为引擎室里面温度很高嘛，所以你就必须要用这种高温。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我们讲NVIDIA 好了，NVIDIA 我们都知道它是下一代的这种运算平台 GPU 200你知道它现在下一代的，它这一代的这个是用到一个 GPU 200的平台是用到差不多6500颗的MLCC，那下一代它要增加1倍到13000颗的 MLCC， 你想想看，这未来的需求量是多么的庞大。那你没有这个元素，你根本就未来不管是 AI 电动车这个新一代的这种电子产品，你根本做不出来。那现在关键就是这个锂这个元素，这个锂这个元素也算是这个稀土里面很重要一个项目。我们讲说重金属里面一个就是锂嘛。那如果中国现在在这种提炼的技术上面卡住日本的脖子，我觉得当然就卡住全世界的 AI 的发展。那未来不管是日本这个 MLCC 做不出来，就会影响到，甚至影响到这个辉达都会受到影响，更不要说美国其他的这种 AI 企业当然会受到影响。那现在来讲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因为企业界大家都看到说是未来这个需求量很大，然后但是产量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每年能够产的就是3500吨的这种重量，那其中有40%是用在这个做 MLCC 方面。那现在大家拼命去抢因为你未来 AI 大爆发，未来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未来也都是电动车的时代，所以各厂商拼命在抢，所以价格哄抬就因此而提高。可是我们比较担心，如果说这方面来讲的话，中国卡住日本脖子，日本这3家公司来讲的话，它等于最原始的供应链就断供了嘛？对，你没有那个氧化锑，你就做不出来 MLCC，你 MLCC 做不出来，你又卖不出去，那 NVIDIA 是不是你的高阶的 AI 运算平台你就做不出来？这 GPU 这个200下一代的你就做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说是中国在这个稀土尤其是重稀土方面。如果从这边卡住日本的脖子这个从最原始的端卡住日本的脖子，我相信这个不只是日本，包括到美国可能会因此未来的 AI 发展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跟影响。好，所以中国的这一招很高招是从最源头来开始做限制刚刚特别提到这个稀土里面的氧化锑这个原料，那现在日本如果拿不到从中国来的货怎么办呢？他开始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忙。现在他进行的国家包括了去澳洲找、去印度找，或者是去非洲去找，那还布局了包括在深海里面，还有在这个新矿园去找。但是刚刚其实将军有帮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氧化锑，它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纯度达到5N，所以代表说像类似的氧化锑的技术，包括这个冶炼分离跟提纯。其实还是高度集中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里的，就算有了这些氧化锑的货，这个日本也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冶炼等等，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先前中国大陆还卡住这个钨导致了这个日本企业现在仍然在继续的找寻替代来源。现在钨的价格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涨了3倍，纯度也不足，已经导致了关东化电还有中央硝子只能宣布永久停产。好，现在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等于从钨一直到氧化锑，日本的高科技的关键材料会不会进入这种临界库存的时代？日本有办法找到替代来源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中国大陆其实管制的是针对日本的，就是军工产业。那但是第一个就是这些产品它本来就是军民两用你很难去绝对的划分。那第二个是日本的这些公司，它其实既做军事也做商业，那因此你就整个会拖延你要证明你在申请就是民用的。大陆对于日本的民用产业事实上是没有禁止，可是因为刚刚这2个因素，就使得你的这个申请的过程一定拖延很久，然后呢，可能一定会受到影响。那现在影响的还只是就是在日本的制造业的上游，你讲春田TDK 这还是上游那
他们如果一旦停产，或者是一旦减少产量的时候呢，那下游就会受影响了。下游是真正的制造业啊，你比如说东京比如说我们讲的六氟化钨，它是个气体，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用到的。那你像东京微创啊，像是 Sony 啊，那就会受影响哦。那甚至连我们台积电，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像是氧化镝的话，那信越化学啊，或者是 Toyota、那 Honda 这些都会受影响。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厂商啊，不会说搞一大堆库存，还会有一些商业库存。所以它现在这上游受影响之后呢，中下游呢的商业库存再等于是消耗，或者是紧急去这个外界购买，或者是增加这个回收的这个就是说比例。可是这个都缓不济急。也就是说，它大概的时间点可能都是几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见底了。那这整个供应链就会都会停顿，那这会蛮严重的。所以为什么在日本这个方面呢就很紧张？那我觉得两个关键嘛，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就是稀土跟稀有金属，我们今天谈都还是稀有金属。对，稀土的面其实严重影响的层面是一样，而且更深刻的。我觉得两个因素哈。中国大陆的整个稀土跟就是这些稀有金属的 IP 跟制程，也就是它精炼的这个过程哈，基本上就是这个领域的台积电。是，你这么简单理解，就不能被取代，因为它这整个过程当中，它可以不管是环保因素，还是制程，还是这些就是 IP 专利啊等等之类，它这一整个生态系。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精炼的效果。讲句实在话，这是过去30年来，西方国家就把中下游的这些环保或者是这个生产成本不够效益化的这些整个这个原料，通通移转到就是非西方国家。是。而因为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的这个发展，它自己要掌控整个中下游，它不是多么这个20-30年前就看到今天这个问题。这是他为他自己的制造业再去整个做全供应链的掌控，那当然也花了很多的这个钱在就是说这些稀土跟这个稀有金属上面。所以第一个，它已经变成是稀土跟稀有金属台积电。那第二个，所有现在你看到日本跟这些国家在做的所谓去风险化，去找矿也好啊，去签约也好，他认为看到去风险化的风险，那是更伟大的风险。更困难的风险，因为你要去风险化，可是你去风险化还没达成，你已经面临到严重的风险，断供、停产，然后呢，发现到要搞个5年、10年才做得出来。问题是5年、10年，人家到什么地步？人家价格、规模到什么地步？所以你永远可能会跟不上这个问题。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